网传习近平终于要拿下温家宝了，但另外一种说法说温家宝联合了胡春华要架空政变习近平，到底哪个是真的呢？让我感觉可能都不靠谱。他俩的关系到了现在实际上是互相利用和依存了，至少在明年的21大以前，老习不会拿下温家宝。具体原因咱今天详细聊聊。大家好，我是大卫，美西时间8月15号。今天人们都在热议，这明明是有温家宝的镜头，为什么刻意咔嚓给它剪掉了？这 P 图的活中共是一直在干的。那今天咱就详细聊聊，这温家宝要被拿下了吗？首先这段时间中共的大戏就是纪念江泽民，一共不是12集的纪录片嘛？这个纪录片就是把以前的镜头给你重新剪辑一遍。但问题是出品人他是老习总导演就是分管宣传的蔡奇和宣传部长李书磊。你看这仨人特供食品，专门喂给中国的老百姓吃的精神食粮，那这里边如何处理这些元老，那是有讲究的。既然是突出江泽民，也突出江泽民的眼光，选择了习近平的合法性，那其他元老那就定调了，你只能是个陪衬，而不能够突出。我也看了那么几眼一些元老举手的时候全部变成了虚化，你都不知道是谁举的手。原来确实是有温家宝的镜头，这次他做了一个技术处理，就是用特写的形式放大了当时的乔石，把周围的人直接咔掉了。于是有些人讲，这是不是习近平暗示要拿下温家宝了吗？当然了，他们给了各位一个说法，那就是历史上中共一直这么干的，想要拿掉谁的时候，或者已经拿掉了，就是在历史中进行消除影像。那以前的那开国大典上面站的还有高岗呢，还有林彪呢，那不现在都咔掉了吗？但是后来呢，为了还原又给弄出来了，是几经变化。那于是有些人讲老习可能忍无可忍，就要动手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清楚，温家宝和习近平他在党内他就不是同路人。那他们现在到了你死我活的时候吗？我倒不这样认为我觉得呢，消除掉他恰恰实现的是一个敲打，而现在还没有到拿下的时候。那我的理由是这样那你说老习现在他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那就是21大明年要顺利连任要第4个5年，这个权利拿到，完成合法化，其他的目标都得要为他让位。那这个时候他要面临一个什么？国内外的舆论环境，大家也看在眼里呢，中国已经在关门了，已经在搞什么大循环了。但是您别忘了，他未来要5年必然要发展着中国经济至少不能被他搞得一塌糊涂。他需要一个牌坊，一个招牌，这个招牌就是中国会继续改革开放。那你说他说这个的意义是什么呀？因为在习眼中的改革开放和你眼中的不一样，他要国外的技术资本，你利用外资逐年下降，必须得停住我的技术那都要蒸馏你的，你得必须得对我开放而且他要把国内内卷低价的产品倾销到全世界，换取他们宝贵的外汇。你看，开放的事儿在接下来的5年是一定要搞的，但是开放搞经济会放在他国家安全之下。你如何才能让这些外资企业和中国那些老百姓相信你继续搞改革开放呢？这牌子你举着，而温家宝就是最好的招牌。你看吧，你现在放眼中国的元老里边，改开派的招牌人物江泽民已经死去了，那个半个改开的朱镕基也死了，剩下的那李克强呢提前死了。至于说游泳死的还是什么样，咱不去评论那现在不就剩着温家宝了吗？其他人都拿不出手就他了吧。而且最关键的是，温家宝今年
83岁了，明年都84了，你还有造反的心吗？你有这心，你也没那个力气啊。所以说，他作为招牌的出现是合适的，而且不花什么钱。那为了这个招牌，你不能抢了江泽民的戏，适当的消声啊，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说一下，老百姓眼中的温家宝到底是个什么标签？为什么他和习近平不是一路人？温家宝头上呢有3个标签，其中人们最津津乐道的那就是影帝，就是他在汶川地震的时候打电话啊，别忘了人民是在养你们。那时候作为总理，他调动不了军队，因为军队要听谁的？要听军委主席的，但是军委主席也调不动，要听老主席江泽民的。那是一次所谓的这个影帝。第二次啊，就是非常厉害的政令不出中南海，婆婆型总理、唠叨型总理，魄力不足。因为他很多的想法事实上是好的，但是啊，你根本就无法命令各部委，因为很多部委的老人仍然是被江派把持的。他这10年是个弱势总理。第3个标签啊，就是打了一个横炮，也是人们认为温家宝啊牢牢的贴上了改开的标签。在2012年的3月14号，他也是最后一次总理招待会，接下来就交班了。他有提到的3句话嘛，是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然后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得而复失，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也会重演。你看这3句话别人不敢说，他说出来了。那原因啊，大家很清楚，在当时的中共已经在开始往左走了，而左王当时是薄熙来。他正是因为干掉了薄熙来，也让习近平顺利的接班，就凭这一个功绩啊，这几乎就获得了他的免死金牌了。习近平是怎么处理薄熙来的呢？必须彻底整肃啊！薄熙来判了一个无期，老婆判了一个死缓，而且特例不让他俩住在一块儿，一个在秦城监狱，一个在郾城监狱。这老两口啊也没法在一起那聚合了。王立军虽然是判了15年，我想大概率啊也未必能够活着出监狱了。为啥呢？是因为以薄熙来的性格呀，当初他的那上司就是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不同意对他进行整肃，说像这么个人物啊，你干脆让他去戍边，担任新疆或者西藏的省委书记。但是啊，温家宝啊坚决反对，因为他们也清楚，以薄熙来那个性格，你到了那个地方，你一定会继续干的，而且他们当地是兼任武警部队的第1书记的。那接下来他极有可能什么呀？携兵自重，甚至是在自立为王都有可能啊。所以说，对于彻底剪除薄熙来，让他不再复活，也是讲啊，温家宝是立的头功的。当然了，我们必须客观的说，习近平在掌权以来，一直对温家宝的下属和秘书进行剪除和打压。你看那3人秘书吧，那邱小雄啊，65岁的时候就那么死了，也可能是真病死的啊。其他死法呢也不排除。第二呢，像那个项兆伦，文化部副部长也早退休了，还有那个田学斌，今年的1月份被查了，3人秘书都没啥好下场。另外，温家宝最看重自己的接班人，当时他内定隔代指定的总理啊，叫做那就是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这老习一掌握权力啊，你首先就得对温家的人进行剪除，因为习时代这总理只能是自己的人马。你看现在不是已经判了无期了吗？